Tears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Wet Wet， 我是 Ken， 我是 Malo， 我们是三剑客 ，Yes， 我们回来了。哎，对，我们刚好呢，就是在今天哦，真的是今天哦，刚刚好，我们就属于一个半开放的状态啊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回到来这个我们的 studio 录影，我们又三剑客又可以合体这样子，要不然的话大家就看到很久，我们一直都是在网上做这个 reaction 这样子 ，OK， 我们终于可以回到来了。OK， 那么今天呢，就轮到我来分享了。今天要介绍的其实是我的女神哦。OK， 因为我们之前一直介绍大家自己偶像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女神，她就是 Mariah Carey 啊，她就是 IU 啦。然后我的女神是没有出现过的。你女神不是你老婆吗？我的唱歌的女神 ，OK，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呢就听她唱歌了，然后以前一直会有不懂男生都会有这种的嘛，就是希望我是她的男朋友啊这样子，可是她跟我年龄是有一点差距，所以是不大可能的这样子 ，OK， OK， 她就是孙燕姿啊 ，OK， 但可能我觉得有蛮多人都会喜欢这个歌手，而且他又不属于那种一直去外面跑秀的那种艺人，他就喜欢就出一首歌，喜欢就做点东西，好像蛮有性格这样子啦。上岸了啦，而且现在又嫁人了，就是又更加的幸福这样子 ，OK。那么最近他就出了一首新歌，OK， 这首新歌其实最大回响呢，好像又不是来自于这个歌，而是来自于这个 MV，OK， 因为这个 MV 是李明顺主演的 MV，OK 啊，李明顺呢还是个马来西亚人 ，OK， 但是他在新加坡发展这样子 ，OK 啊，孙燕姿是新加坡人啊，不是台湾人啊 ，OK， 就不要搞错这样子。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听一下我女神这首歌，其实我自己都没有听过了 ，OK， 虽然她是我的女神，但是对，我不是每一首都追的 ，OK， 我是这样子的 ，OK， 我是这样子。不想问。OK， 啊，这就是可能有这样子的偶像，就有这样子的粉丝，就很随缘这样子了。OK， 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来听一下这首。忘词鱼儿是吗？啊，今天我们就来听一首鱼儿，有这样子的偶像，就有这样子的粉丝，歌名都不记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今天里面很多首歌都是2个字的。OK， 等一下我们就来看一下啦，鱼儿孙燕姿 ，Let's go。What remains？没余额了。
好沉重啊这首歌。耶，谢谢谢谢。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。然后我喜欢孙燕姿一个很重要，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是，每次听她唱歌都有一个讲不出的感觉的，就是可能是她唱歌的方式跟她的用声的方法，我觉得好像没有人模仿得到，没有人唱得到，只有她唱得到的歌。所以包括之前她有唱一些电影的主题曲啊，然后我也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样子。然后哇，这首歌真的是很沉重，可能加上了李明顺他的一个这样子的造型，是不是？然后又配合一个这样子的故事线，哇，我自己是很感动啊，然后也是有一点不懂，以后哇，如果到那个阶段的男人哦，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感受？当然因为我现在还年轻嘛，我才正要开始，可是这个哇，我觉得那个冲击是很大的这样子。我让人看到哭哎，你要不要先讲？开始的时候我其实没有什么想法的，我就听，纯粹欣赏孙燕姿的声音，因为就如你说的啦，我觉得一个好的歌手他要有好的技巧之外他声音要有辨识度，然后孙燕姿的声音的辨识度是非常非常独特，你一听就知道她的声音质感。他的咬字，尤其他的那些教学，那sorry 啊，我不会模仿。他跟莫文蔚当年，他们两个的很有独特的一种咬字的韵味在里面。就是你听到他的声音，然后他唱那个咬字，你就知道这个就是孙燕姿这样子。然后我看着开始原来是离婚的。其实我在想，其实是离婚还是其实他老婆去世了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看到最后，我也是有一个矛盾，就是因为他烧掉那个离婚协议书，好像还没有离婚之前，他是不是过世了还是什么？然后我就有一点疑惑，就是说还是他不要离，因为你们看他看在离婚的，他不闭着眼睛，后面有一个手其实在手里在抱着他，然后是咯，可能那个 MV 的手法拍出来是过世，我不知道，但是。就我看着那些歌词，其实我相信有恋爱经验的人我觉得那个歌词是会 hit 到你的啦。因为那歌词的那个 font 有点难看，然后孙燕姿的咬字又很独特啊，我有些字听不懂。而是我看到啦，偶尔悲伤，偶尔幸福，哇！我看到，我觉得这一种歌词它很直接，可是你配合那个音乐，可能配合。整首歌你那个歌词就是很打动人心这样子所以是很沉重啦。我还没有结婚，但是恋爱经验是有的，所以多多少少会有一些感触这样子咯。孙燕姿其实是在我大学最后1年的时候她出道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爆红的，我记得她的天黑黑，然后过后到我要的幸福，我们当时其实我很喜欢听孙燕姿的歌，也是因为她的咬字很特别，然后她不是那种 big vocal 的女歌手，可是就是在她声音里面除了很特别之外，她唱歌的情感非常细腻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她没有办法。他跟莫文蔚给我的感觉是一样的，各有各的特色，然后没有办法可以取代他们的唱腔、他们的唱法，而且他的韵味是非常独特的。那讲真，很长的一段时间，我就没有再听孙燕姿了，因为他也半退休的状态。那这首新歌，他找李明顺，因为李明顺我们非常熟悉嘛，马六甲人，然后虽然他是新加坡艺人，然后孙燕姿也是新加坡的歌手，可是非常靠近我们马来西亚。然后我觉得李明顺这个沧桑的大叔是非常的贴切。那我自己在看这一个，因为我还没有结婚，OK， 我自己在看，因为我在这个年龄，我觉得说其实我的感受是，不管哪一段的感情，因为余额嘛，他的歌词，我觉得因为。对啊，爱情，所以我自己也经历了很多，在感情上、友情上、亲情上 ，OK， 在很重要的一些感情上的关系上，我觉得真的是，其实没有什么感情是可以，就是一定会有结束的一天。OK， 可能你可以走到 ending point， 就是可能最好的结束点是过世死去。那有一些感情其实并没有办法
让你走到完的，走半路就没了他可能他的额就是这么多，他到那边就是到那边，不会再有余额。只是说，如果我自己也很多段的感情，你们都懂，是很快就断掉了。那断了之后，其实我就想办法怎么去延续，去加额。可是怎么加都好，它还是会有结束的一天。然后我就觉得非常的沉重，非常的伤心。可是他的 MV 其实又传达一种正面的讯息，就是从这个谁李明顺一开始很颓废，到最后他收拾他的家，然后好像是断舍离这样子 ，OK， 重新振作回自己。那我觉得还是有传达一种很正面的讯息出来啦。只是看完之后，我的年龄跟他应该也差不多，我小他一点点。可是就是那种人生的经历，让我看到我是很沉重咯，这样子咯。哦，所以正如马洛刚才讲的了，不管我们在人生的路上遇到什么挫折啊、难过啊，我们还是要收拾自己，然后又是要重新上路，又是要重新上路这样子 ，OK， 跟这个疫情是一样的，虽然给大家很大的打击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很正面的活下去的 ，OK。今天就带来这一首我女神孙燕姿的歌，对，我忘了讲，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，孙燕姿她没有高潮，没有爆发，可是就是娓娓道来，我就很喜欢那种感觉。所以我觉得有点像那个什么再见再也不见的那种歌。你刚才有提到，我突然也想到六弄咖啡馆的主题曲是不是很唱？对他唱的，哇，好伤心啊！那首歌，我们当时那首歌看了这个电影配那个，我伤心了1个月。我跟你讲。我也是，那时候我看了那电影，伤心了很久，很忧郁。OK， 所以我觉得我看了那个电影，我很生气，因为我们都是男的，我觉得那个男主角太可怜了。是那个六弄咖啡馆，哎呦，很伤心哎。所以我觉得，孙燕姿啊，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魔力。当然，这首歌它还有一个自弹自唱的版本。然后我们有机会的话，我们再 react 一次，就不是这种整个 full music 是他自己弹自己唱的这样子了。今天就介绍到这里。好，那喜欢我们影片的话呢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和分享，打开旁边的小铃铛。那我们有新的影片出现的时候呢，就会通知你啦。那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